龟足冰红螺，这个比较少见的龟足哦。鹅颈藤壶，他吃这一罐的东西，近海的干净的礁石上面才有。啊，普罗平冠螺，啊，碎螺哪一个？对，那现在哪一份嘛？那锅贝呢？锅贝的话，它蒸蛋嘛，营养比较守得住。啊，蒸蛋哪一个？啊，这栗贝跟斗笠一样的，它这边拿来炒，跟他说蒸蛋。以前我们经常是拿来干嘛？煮汤，煮汤特别鲜。养的黄鱼是怎么做啊？胶豆，来试一下，发烧的，试看看，来一条，拿一条。记住哦，这是象拔蚌里面出肉率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离心味最重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你还没有吃怕吗？我吃的很怕。我很少吃泥地的螃蟹啊，试一下这边小补泥地的螃蟹。泥地的螃蟹通常是黑膏的，但是它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是这样子的。泥地的螃蟹是黄膏的，泥地跟沙地它螃蟹吃的东西不一样。啊，前面那两个刚好是最爱，因为它缺席了，所以就可以省经费了，是不是？哎，这小白虾，这个野生的，这不是养的。吃惯了这个养殖的，是时候来吃点这种。这个虾很好吃的，为什么我们这边吃这个生蚝？是咱们峡谷这边自己进来养的，因为咱们这边都滩涂嘛，营养物多，生蚝都非常的肥。生蚝的确要挑这个形状的，这个的一定就没什么肉，这个就有肉。大家好，我是邦邦，这个真的很硬，很硬啊。这条鱼怎么做？椒盐、红烧，我一般把你小的用菜干。有人觉得很可怕哎，这条鱼弹涂鱼都不一样，这也是峡谷这边的一个特产，会吐气，生气的。有的时候生气会咬人的，这真的会咬人，这会咬人的弹涂鱼。这个到底叫什么虾啊？我们叫旺潮啊，应该叫产虾才对。这种东西也只在滩涂上面有。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意来吃滩涂上的东西。峡谷滩涂美食，海菜上来了，海菜蛋花汤，舒服。每次来到海边有养鲍鱼的地方，我都想把自己化身为鲍鱼。为什么鲍鱼好吃？因为他们爱吃海菜呀。我们刚刚还偷偷的摸了几个小伙伴，哎，不要来跑出来哦。小可爱呀！被人家跑掉。不管到全国各地哪个餐馆有双拼的螺的话，基本都是这两位常驻嘉宾。然后今天来挑战点不一样的，猫眼螺、加皮架、佛手皮架螺、龟足，知道它中文名叫什么吗？鹅颈藤壶。哦，这个就是这边的特色了，简称白灼焯水，然后凉拌。很多人脑海里，生出哪里？出大连。一定有个小秘密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是北生南养。我们这边呢，曾经有一个叫什么？南包北养，我们这边会从南热岛附近输入我们的鲍鱼去北方育肥，当然了，北方也会输入他们的小海参苗，来到了峡谷再来育肥。待会来吃看看。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 MON 帮帮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老榴莲到哪里？峡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嘛，这是。峡谷在哪里？峡谷在于我们美丽的福建省宁德市的，除了有山，我们也有水，对不对？翻过了一座山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滩涂，这个是一个峡谷，这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态环境，衍生出了非常多滩涂的特色美食海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尝一尝峡谷当地的特色美食啦，对不对？峡谷这边什么东西比较出名？好吗？黄鱼、海参、海带苗，各种各样的贝类。全国养殖的黄鱼里面有多少来自这边？所有。据你所知吗？生态所有的养殖黄鱼基本上都出自这个宁德市。宁德市对。然后峡谷也占了大头嘛。是占了大头。总之，来到宁德一定要吃他们的招牌养殖大黄鱼。真的有个问题，抛给大家：海带算不算海鲜？海鲜的干货，或者是海鲜的水货？它那不是干货，基本上老王就说跟我讲，全国基本上所有的海带苗都出自峡谷。那海带苗的它存在形式不是干货，它是盐腌的，然后再去漂洗过后就可以直接煮，它就不失自己本身的鲜味在。没有这个没有的，当地可能没有盐腌，但是卖出去的形式，可能你在其他地方城市你接触到的海带苗，它的确是盐腌的。是。那如果它不是盐腌的情况，那它只有一种可能，它先被洗过了，然后还面前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它是拿酒来醉这个虾的。那它今天用的是海里面的海白虾，小小只的。今儿老王跟我讲说，一定要点点这边的生蚝。养在滩涂里面的生蚝嘛，会比较肥美，因为滩涂的微生物更多，营养分比较多，营养成分也更多。然后我们这边南方很奇怪，比如说我们刮大风的时候，生蚝它会吐，它就会比较没有那么肥美，但是这里也还不错。你就给它也是炫一个，来一点这个 lemon tea。
多。肚子肥吗？我觉得这个品质，会输给某些国外的品牌，真的。我试一下就知道，我是很不爱的。我要挑选生蚝的时候哦，你不要看着生蚝很大个，你去挑它，一定要注意的什么？生蚝它的自己的肥度，像这一颗生蚝，你看它的厚度，是这么薄的哦。这种生蚝它都是没有肉的。挑生蚝一定要挑像兜形的，像兜一样兜住的，像水瓢一样的。对，它这样子呢，它生蚝的肚子才够大，会兜在里面。然后就是相同的2颗一样兜状的东西，你去称看看，跟看手哪一颗更重，它一定更肥。你看，这就是它的厚度。哦，有点小。它的肝一站肯定就是不肥美，卷面还挺脆的。我个人感觉回味不够，然后有个铁锈味会上来，这个体验不好。当然，可能跟我自己吃的这颗品质不太好。我这个肯定是品质相对来说好。来试一下这凉菜哦。今天是龟煮，挑龟煮不要挑这种，这里面根本就没什么肉，一定要挑下面大的，这种脖子大的才有肉。哦，我看它闭合口。打开，哦哟，这是它的肉，来龟煮多，没味道，没有鲜味，时间久了，一吃就吃出来了。这龟煮放的时间久，猫眼的，猫眼螺，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个动画片叫《猫眼三姐妹》，好像。会痛哦，吃这个会痛哦。刚刚很吃，那我们这个厦门这边比较少猫眼螺，是真的，但是很大，不是产地，从外地过来的它都超大的，很大，大很硬很难吃。这还好，这真的还好，膏后面膏挺好吃的，来，豌豆腐，那我那个进了是吧？可以吧？可以，真的可以吧？猫眼螺就要吃小的，不要吃大的。那很柴。来，豌豆腐这个有人叫辣螺，有人叫苦螺，各种的名字。这个螺一定要不沾会是最好吃的。圆润，它嘴巴很辣辣的感觉，苦苦的感觉。哎呦哎呦，豌豆腐，哦呦，这种是最好吃的，带突突的，这种没怎么吃的就差一点点了。这个通常认为是山寨的。不好意思，我分辨不出来。爱心在泡水，我们的爱心里面的点赞在泡水。我真的很喜欢吃原味，这次是很滑，又是很难嚼系列乘以2。但是这个东西你看苦啊！我就知道，哇呀，你在咬软骨啊！我吃过，我也知道，海参该怎么煮就怎么煮吧，不要吃生的，真的。我是推荐想吃刺身3个汁吧，又咸又硬，3汁好吃多了。上海德皮，上海这边是吧？但2个价格差太远了，我还是上海德皮。我觉得这挺好吃的，吃原味会有点腥，后面白色的那种鸡肉完全不动，很好吃哦。哦，这个不错哦。哎，从这肚子上可以看出来哦，不小哦。这条应该有个1斤半到1斤8这样子，很肥，这个腹肉都这样已经有够肥了。我们来试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发表言论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哦。很简单，我们之前吃黄鱼，腹肉其实是脆的，对吧？是脆的，对，是脆的吧？对，软绵的，就跟正常的2只鱼一样，它是软绵，它不分品种。身上的肉它不会散，然后肉有一点点硬，它不会像那个鱼这样一丝一丝的口感，挺好吃的这道菜，口味很好，入口的感觉很棒的，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味道，但是它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9楼一条这么大条才100多块钱，野生的话100多块钱估计就只能买到了。但是还可以，是可以啊。肚子脆吗？不难吃。它煮的好吃，它煮的好吃。也黏黏的。它肉的质感是比较绵软嘛，我会认为这是2种鱼。但是相对来说性价比真的很高，这鱼不难吃。对啊，煮的好吃又好看。如果有人说一定要都拿2只鱼跟野生的打的话，没有可比，跟价格没关系，口感不一样啦，完全是2种鱼，真的。吃下呷哺的贝类头排，渐层，哦哟，超脆的，有没有？就是跟尼罗一样薄，壳很薄啊。
怎么说？这口感完全不像我们以前吃过蛏丝，超爽滑，像爬板吃生，简直是你我 plus 吧，这块豆腐，好脆，凉拌小海鲜一样的，重壳，这什么东西？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自觉一点啊，很像吗？这是老天爷的天意，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啊，是嫩的球的，变色球，是球的，老蛏是软软的、甜甜的，那竹蛏是没什么鲜味，但它很爽。我超爱这个的海带包，海带苗包，对，海带苗，这很鲜的，很幼，它凉了，我感觉在吃海鲜味精一样，甜度很夸张的那种，太甜了，好爽，真到这不是味精的哦，这是甜，超甜，海味的甜，一丁耶，我很喜欢，真的好爱吃海带苗，它又便宜，基本上超市几块钱的一小包，你如果洗开之后，你完全可以煮一大碗的汤，或者是煮一个包，里面加点猪肉或者是虾仁，它就会均衡掉，真的很下饭，又下饭又好吃了，关东混合是吧？关东混合，真的很爽啊！这边多加点虾仁啊，有点虾仁进去，海带苗的淘汰，真的感谢呷哺种出了这么好吃的海带苗给大家，经济又实惠了，又便宜，上头了。你们加的是啥？皮蛋嘛。难怪了，皮蛋也是鲜的。下次大家真的加皮蛋，加点皮蛋往进去。有痛风就不要加了，不要听他乱讲。我看到辣椒油，感觉它不是很友善。不是，重点是它一大坨蒜蓉放在这边什么意思？辣辣，喜欢吃的辣弄，不喜欢吃的就不弄。是这样吗？碎螺它是把螺敲碎是吗？对啊，苦螺啊，这是碎的苦螺啊。然后怎么吃？辣辣呀！讲一讲。好吃的，哇，太麻烦了。好吃的，好好吃的，这太麻烦了。真的好吃。是一个滋味的东西哦。它是这么小个的苦螺，平时这种 size 其实不应该抓了。舒服，真的下了。他把整个螺都讲不要这样，这满口的沙粒，这种感觉很难受哎。我操！这吃螺天赋了。对于螺类的使用，天赋异禀的达人王先生，能说句话吗？火锅，泥螺好吃还是碎螺好吃？泥螺好吃。真的吗？真的。终于可以开始单鲍鱼喽！我的海菜，龙须菜。你看，这个鲍鱼才是正道的光。鲍鱼是这个人。如果海带带给你的口感是爽滑、极致鲜甜，它就是极致鲜甜之后再带来爽脆。龙须菜真的脆，哇，太爽！三碗不过冈啊！正道的光，蒸蛋的将军鲍，而且它应该有挑过，好大颗哦。这跟我们看到的将军鲍尺寸不太一样，确实是小鲍鱼规格呢。正儿八经的利贝真没这么大。试看看。哇，好吃。利贝滑蛋。好滑。一不小心被滑倒了，但这个可以推荐。看，哇，好好吃哦！哇，好好吃，超赞的！你试一下。好吃的，得注意，你要慢慢咬这贝壳有个香味，它也是慢慢咬的。我越吃越上头了，好吃，很 Q， 哇，好爽，跟吃肉一样，真像在吃肉。老王强烈推荐的滩涂地的梭子蟹，肉还是很满哦，是挺满的。你看，这10月的蟹真的满了。其实螃蟹就是小螃蟹最好吃的。很凉啊，我感觉可能都是江中草，吃不出来跟普通寿之间的差别。
我舒服啊。我比较喜欢吃干煎的，香鲜的。咦，来试一下这个啊，卖相不好。它只能养在滩涂上，然后现在发展到科技怎么样，你知道吗？高科技，养在农田哦，确定吗我们种水稻的农田上，真的它不是海水的东西吗？啊，它就是海水的旁边的农田，然后直接用网围起来。酷，这个在厦门也是天天来煮面线的。听说给小孩子吃很营养，很营养，非常好。嗯，这种很滑，很扎实，它很扎实。它煮了3甜口，而且要咸菜，我感觉是很特色。这个东西呢，通常人家都拿去炖汤，炖汤，这个油炸一下，然后整身都酥酥的，然后再煮汤或者是煮个面线什么的都挺好的。我们到了有趣的部分了，霞浦当地的传统做法，枸杞炖章鱼，真心没见过。哇，加了好多酒，很甜呢，很狗嘛。我不确定这汤的甜味是不是来自于章鱼，和想象不一样。对，它有什么甜味？还放了姜是吧？对，姜会带来辣味。喝汤嘛，汤比章鱼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哇，酒味是不是？我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是酒味是不是？这就是青红酒的魅力。到底怎么说？这么东西啊？知道我的吗？醉虾死客，辣、甜、鲜，把虾真的棒。小时候我爸爸会做很多那种醉虾，他用的酒会比这个量更大，有大个的不锈钢杯，一大杯里面灌满了酒，然后就是在买小鹅虾丢下去，切一点点蒜头，一点点的辣椒，就腌住，腌在冰箱起码等半天过后，那些虾就整只吸满了那个酒，很香很香，然后拿那个醉虾来配稀饭，特别好吃。停不下来，那儿子的记忆就涌上胸头了。是什么？火龙那还活着？啊！反正好爽，好爽感觉。这期节目大家跟随着老王还有我来到了美丽的霞浦。这边的霞浦呢，不仅有很多美丽的西洋风景啊，今晚我们还领略了一桌非常具有宁德特色的海鲜美食哦。因为我们平时吃惯了那些大鱼大蟹的海鲜之后，试试看这种独特的滩涂美味小海鲜，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对不对？这边的各种的螺类、甲壳类以及章鱼的这些做法，都是我跟老王在厦门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一个全新口味嘛，对不对？其实我应该自己本身我自己应该算个半个宁德人，因为我的家乡属于宁德的某个小山区里面。那我一直以来从小就知道宁德其实也是靠海，但是因为个人原因，我是没有机会来到这边靠海的海边的县城去体验它的真正的宁德海味。外地小伙伴对福建的印象就是各种群山峻岭，其实我们福建也有非常漂亮的一整条海岸线，无论从我们闽南开始哦，漳州、厦门、泉州，以及再到福州这边，还有到宁德，整个海岸线下来，其实大家各地的海鲜风味、口味也有一些的偏差，没有说哪个地方最好吃。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可以沿着海岸线整条路玩下来，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体验吧，对不对？那这边整排的大排档一条街，其实随便走到哪一家进去，我个人认为你都可以体验到很独特的这边的宁德小海鲜，值得大家来一试一玩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跟老王继续在外面龙溜连的话，一定要多多给我们3004支持吧。那节目的结尾很简单哦，留言是那2个字喽，3、2、1，想要。